我明明是个顶级杀手，却穿越到了80年代的一个废物身上。一睁眼就看到自己那没过门的媳妇竟被堂哥拖拽。住手！哟，命还真大啊！那么大的石头都没把你砸死啊！你个狗玩意儿，咱们好歹是亲戚，你竟拿石头砸我！姐夫，这家伙说要把大姐娶回去做老婆，让二姐做小，要把我卖掉。放心，有姐夫在，谁敢动你们？崔牛，从小到大，只有我揍你的份，让你去吃屎，你都得乖乖吃。现在你敢踹我，想造反吗？哟呵，这么厉害！小虎，去弄堆狗屎过来。小虎赶紧跑到外边，麻溜的铲了堆狗屎进来。喂，我姐夫让你吃狗屎。哼，崔牛，你敢让我吃狗屎，我爹妈爷爷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子不想听你废话。说着，崔牛抓住他头发，朝那堆狗屎狠狠按了下去。好了，崔牛，再下去就把他弄死了。崔牛，你等着！崔牛，这可把事闹大了。闹大就闹大，来一个我斩一个，来2个我斩1双。反正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受苦受委屈了。真不把我姐送人了？送个鸟，我得留着自己用。你脑子没事了？崔牛摸了摸脑壳子，本来应该很严重的伤口，居然愈合了。没事了，就是肚子饿了。苏丫丫这时默默端过来一碗野菜番薯粥，上边还泡着一小块焦黑的猪皮。姐夫，咱家就剩这碗吃食了，你吃了吧，猪皮也啃了，好歹能恢复点体力。前世虽然身为杀手，时刻处在危险中，但各种美味从来没亏待过我啊。如今一块焦黑猪皮都是稀罕货，你们都饿坏了吧？我出去给你们找点吃的。你去哪找东西吃啊？这年头谁都不容易，你跟谁借，谁都不会借给你的。我不是去跟人借吃的，放心，从此以后我保你们有吃有喝，顿顿有肉。我咋觉得姐夫好像变了个人，浑身透着精气神，他以前蔫巴得很啊。难不成他被一下子砸开窍了？唉，别又被人在暗里头砸了脑袋，真让人担心。凭着原主的记忆，崔牛来到一处溪流边，看到水里有几个人正弯着腰在水里摸来摸去。我捉到了，我捉到一条了。只见那人手里捏着一条比蚯蚓都大不了多少的黄鳝，可这人却像捡着了宝，赶紧跑到岸边，非常珍惜的把它丢进一个小桶。找了这么久，终于找这条黄鳝，明天吃饭终于能沾点肉味了。太小了，还不如把它丢回去，养大了再抓，别摧残幼苗啊！难不成你还抓得着更大的黄鳝？容易着呢，待会儿抓几条大的给你们看看，一条起码半斤。你真能吹，以前也见你来抓过几次黄鳝，每一次能抓得着。咱们天天来这抓黄鳝，怕它都被抓得绝种了，你还能抓几条大的？这样吧，我要是能抓着，你们一人给我1斤糙米，我抓不着，你们每家每户我免费帮干2天活。几人都觉得一定能赢，一个个赶紧回家拿了1斤糙米后，就催促崔牛下河打黄鳝。崔牛也不含糊，脱了鞋就下了水，也不着急去抓，就在那踩来踩去。崔牛，你不会逗我们玩吧？难不成你能用脚抓黄鳝？那么着急干嘛？很快就会抓给你们看。突然像是踩到了什么，弯腰就朝着脚下抓去。看看这是啥？还真的是黄鳝，好大一条，这条怕得有7、8两重。崔牛，你咋抓的啊？切，他刚才怕是碰运气，接下来绝对抓不着了。这话还没说完，崔牛又抓到了一只比刚才的更大，接着他以同样的方法，一口气又逮了3条黄鳝。崔牛咋变得这么神？逮的黄鳝打底都是半斤重。崔牛，你到底是咋抓着这么多黄鳝的？按理说被你这么踩，黄鳝早该吓跑了呀。在浅表的淤泥里已经不可能藏黄鳝了，我用力踩就是为了寻找深层的黄鳝洞，把泥水都给踩进去，产生一种倒灌效果，冲击力会让里头的黄鳝受不了，它就会钻出来，自然就抓着了。崔牛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这法子都想得出来，以前你可是连黄鳝的毛都抓不住啊！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，谢谢大伙的糙米了，我回去就煲黄鳝粥喝。大姐我饿，能不能让我喝一口？剩下的我保证不动，都留给姐夫。不准，这是给你姐夫吃的，谁都不能动。姐夫是不是真的能搞来吃的东西？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。放心，现在就有吃的了。春柔，拿个盆过来。黄鳝，好多黄鳝啊！今天咱们熬黄鳝粥喝。春柔赶紧把所有黄鳝宰了，3斤米全部下锅，大家都饿了，我也饿了。你这败家子咋能这么干？以后不吃了。吃完了，明天我去弄别的肉，以后我保证你们天天有肉吃。在崔牛的逼迫下，苏春柔也没办法，只能按崔牛的吩咐做了一大锅黄鳝粥，给每人盛了一大碗。真好喝，长这么大没喝过这么香的肉粥。要是天天有这肉粥喝就好了，这辈子我就满足了。放心，以后跟着我，保管你们天天有肉吃。我明天就去打猎，正好做杀手做腻歪了，那就做个猎人吧。咱们来了半个月，没见过你打过猎啊，你还会打猎？你之前还觉得我找不着吃的呢，现在肉粥喝得美美的。在欢声笑语中，4个人吃的肚子溜溜圆，吃饱喝足，大家各自回屋休息。第二天一早，崔牛就拿着钢叉和一把柴刀，顺便做了一把弹弓，找了堆小石头揣进兜里，就开启了狩猎之路。崔牛，你早餐都不吃，就进山打猎啊？昨晚还有不少黄鳝粥呢。你们吃，我进去就先逮只山鸡、野兔啥的，烤来美滋滋吃一顿。你行不行的喽？你都没打过猎吧？要不别逞强啊！每年都有不少人摔死或者被猛兽咬死呢。放心，我肯定没事，我还得跟你子孙满堂呢。你啊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不行就回来。行了，知道了。随后，崔牛就朝大山里走去。
崔软蛋，这行头是学人去打猎啊！第一只兔子就吓得你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。三人是同村的，狗旺、大黑子、铁子。崔牛打小就被几人欺负。对了，这会儿下河捞鱼太冷了，咱们可以让崔软蛋帮忙啊！崔软蛋，过来帮咱们下河捞鱼，捞上来10条就赏你1条。爷要上山打猎，没空理你们。你大爷的，谁给你的勇气称爷的？赶紧给我下去捞鱼，要不老子砸碎你的脑袋！谁给你们胆啊？让老子做这做那的，脑袋被树杈夹了，都给我对着河跪下来！三个家伙都傻眼了，被打得满头包，又不敢逃，只能一个个跪地。记住，以后见了面得鞠躬，叫牛爷，谁不叫爷就赏他大耳刮子。还有，好好给我捞鱼，等我回来给我100条，不够数，你们的命来凑！霸气说完，他踏过木桥，就朝丛林深处走去。卧槽啊！崔牛咋变得这么莽？咱仨都打不过他了，还要捞100条鱼给他，他怎么敢？就怕他真上山打猎，得死在里头。崔牛很快就进了茂密的丛林，忽然看见一只野鸡飞在半空，于是举起弹弓就瞄准野鸡。崔牛麻利的捡起野鸡就开膛破肚，没多久，一股焦香味飘散开来。这会儿要有酱油，再加点小米辣就爽了。男人意外穿越80年代，只是在山里烤了只野鸡，竟引来了800斤的大野猪。我勒个豆，这么大的野猪啊！他起身把野鸡丢到一边，然后拿出石子狠狠向野猪砸去。野猪被激怒，向他扑了过来。崔牛赶忙借助钢叉用力一跳，就跳到了4米多高的树上。野猪发出不断撞的大树，但撞了10几下，大树依然没有动摇。野猪累得直喘气，有些想放弃，而崔牛却在这时掏出了弹弓，对着野猪的左眼就打了过去。野猪一只眼睛就被打瞎了，疼得他再次发狂撞着大树。崔牛再次抬起弹弓打向野猪的另外一只眼，野猪疼得团团转，但已经没剩多少力气了。机会来了！野猪当场嗝屁。第一次打猎还挺成功，带回去宰了，留下一部分其他的带到镇上卖，赚100-200块应该不是问题啊。于是崔牛把野猪开膛破肚，丢了内脏，然后用藤蔓拉着就下了山。好大的野猪啊！姐夫，这是你打的吗？又有肉吃了呀！姐夫没骗我们，姐夫真伟大。苏春柔却紧张地看着崔牛，崔牛知道他在看什么。放心，我没事，一点擦伤都没有。一猪二熊三老虎，都说野猪最可怕，这头野猪是不是突然在半路上死掉，被你捡回来的？崔牛也不解释，对，我捡回来的。都饿了吧？今晚咱们萝卜炖肉吃。于是大家齐心协力，就把野猪拖进了灶房，开始一顿忙活。崔牛，你给我出来！信不信我把你手砍下来？喊话的是崔东响的父亲崔大山，大伯一家全来了，包括崔东响的母亲郑秋菊以及崔牛的爷爷崔国律。你赶紧跪下来道歉，把这狗屎吃了！崔大山是村霸，据说还跟镇上的恶势力混在一起。他这一发威，把苏春柔和他弟弟妹妹都吓得搂在一起。等崔牛吃了狗屎，你立刻跟我回去，今晚就得给我儿子做老婆。不，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。崔牛不想留在这。他还是不大放心，万一崔牛又怂了咋整啊？放心，没人能把你抢走，谁敢动你一根手指，老子把他整条手都砍下来。崔牛，要不是咱家照顾着你，你早饿死了。现在不答应把苏春柔送我儿子不说，还把他打成这样，你真没良心啊！崔牛盯着他，心里翻涌怒火。原来原主父母因出了车祸，他从小就由大伯抚养，可大伯非但不让他上学读书，还命令他给他们儿子当奴才。为了活命，他在大伯家苟活了20年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娶妻结婚，他的儿子竟又看上了他老婆，并且当着他的面将人拽走。他气不过找大伯理论，可大伯竟威胁他让出媳妇。他个性软弱，不敢反驳，只能去地里干活。怎料一块飞过来的石头将他砸死。也许是老天为了眷戴他，竟将21世纪的一名顶级杀手穿越到了他的身上。崔东响昨晚差点把我砸死了，这怎么说？呵呵，我儿子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又没真把你砸死，这种玩笑都开不起。咱们家有你这侄子，也真倒了8辈子血霉。你要不把苏春柔给我做老婆，我天天砸你。我姐夫不是以前的姐夫了，你要是敢咋样，他能把你的皮剥了。崔大山本想骂人，突然一股香味从厨房飘来，于是崔大山迫不及待地窜进了厨房，顿时眼睛一亮，看到桌上堆满了鲜肉，还有一大块完整的猪皮，锅里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我去，好多肉！这猪皮好啊，拿来做衣服，既保暖又结实。把肉都带回去，咱们一年也难得吃几顿肉，这还是野猪肉补得很。把这锅熟肉也端回去。这是我打的，你们凭啥拿走？凭我是你爷爷，怎么着？我没计较你把东响打伤，你还不愿意让我把肉带回去？你算个屁爷爷！从来你就向着崔大山，我爸妈死了，你有伤心过吗？现在还想要我打来的野猪肉，想屁吃呢？来人啊！崔牛霸占了我家的野猪肉，还打我儿子，乡亲们赶紧来评评理啊！他嗓门贼大，这一喊，不少人冲过来看热闹，包括之前被崔牛打的3个傻货。野猪是我打的，
崔远蛋，全村的人谁不知道你就是怂货？别说打野猪，打条蚯蚓都费劲。这野猪肯定是你抢的。看看，公道自在人心啊！崔牛还不赶紧道歉，然后乖乖把野猪还给咱们。野猪是咱家的，苏春柔是我的。反正你不要脸了，老子把他打碎。你敢打我儿子？这兔崽子六亲不认，抢了我们家的野猪，还要把咱们全家打死。崔牛可不惯着他，捡起狗屎重重砸在郑秋菊的脸上。信不信老子狠起来，真连女人都打？这话吓得郑秋菊连滚带爬躲到一边。崔牛，我和你大伯以前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今儿个你敢在咱们面前作威作福，还把我当不当爷爷了？名声在外，有好有坏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变态。以后谁敢在我面前作威作福，就别怪老子把他骨头拆了，都给我滚！大伯一家吓得搀扶着扭头就跑。这崔牛咋回事？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了？以前他就像条小狗，现在变饿狼了。我去，他不会被凶鬼附体了吧？嘀咕什么呢？是不是要我把你们留下来跟我一起吃肉？春柔，你们先吃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去哪？光吃肉没多大意思，我再去搞点鱼汤喝喝。哇，姐夫变得好厉害！以前见了他大伯，乖得跟孙子似的，现在他才是爷。对对对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姐夫。与此同时，铁子带着大黑子和狗旺回到自己家时，就传来一股鱼汤香。他们今天还真逮着了不少鱼，差不多有60-70条。铁子的父亲铁八看见三人回来，就问崔牛那边发生了啥事。铁子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崔牛真要翻天了呀，敢跟大伯一家对着干。他大伯真没用，换成我2-3拳就把这小子打倒了，踩着他脑袋，问他还敢不？哟，这鱼汤味挺香啊，欠我的那100条鱼呢？三人你看我看你，铁子仗着有父亲在旁边，大嚷起来。崔牛，你打了我们没找你算账呢，现在还敢跑来要鱼？敢打我儿子，我看你是找死！铁八，以前你也没少坑我爸妈，别捏着拳头就显得很了不起。有本事你过来啊！老子可是练过的，可不是跟你大伯一样手无缚鸡之力。看来你们也不服气。别，牛爷，咱们不敢跟你作对了，我们现在就把鱼汤给您送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大伯家里却一片愁云惨雾，充斥怨气。崔牛这小畜生，当年就应该把他饿死。我非把这王八羔子整死不可。咱们家不行，我就去找村长。对，爸，去找村长，让他叫上一帮民兵，一枪崩了他。男人拿起猎枪，不是上山打猎，而是对准自己的亲大伯。只因堂哥要抢男人老婆，大伯不但不阻止，反而还一家齐上阵威胁他交出老婆，并且要抢走他打来的野猪肉。于是男人就将大伯一家胖揍了一顿。大伯居然来找村长使坏。村长，你可要为我们家做主啊！崔牛不仅抢了我的野猪肉，还把我们全家都给打了。我觉得崔牛不是这样的人啊，一直不都是你们欺负他吗？现在的崔牛简直直凶鬼附体，差点连他爷都给打了。这种人六亲不认，就应该把他抓了进猪笼。村长，你要能帮我把野猪抢回来，我直接分你50斤。这年头村长家也没啥油水，10天半月难得见一回肉。行，我帮你做主。崔牛要真被凶鬼附体，我就把凶鬼从他身体里打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崔牛拿着一个麻袋和几斤猪肉就准备出门。崔牛，天都快黑了，你去哪打猎啊？有些猎物就喜欢趁夜里找吃的。刚打回一头大野猪，够吃很长时间了，你就别去打了，我给你打盆热水，好好泡泡脚。你先烧好热水，我很快就回。很快，崔牛就抓了一只蟒蛇，拎着野猪肉蹑手蹑脚的来到了村长家，然后偷偷把蟒蛇放进了村长家的灶房。崔大山啊，我敢打赌，你下一步就是请村长镇压我。既然这样，就看看谁能把村长拿捏。这声音灶房里传的，咋回事啊？不会进贼了吧？我是村长，哪的贼敢往村长家里偷？去看看。蛇啊！蛇在哪？崔牛，你咋来了？村长，这是我在山里打的野猪，给你送几斤肉尝尝。这蛇就让我来处理吧。说完，崔牛撸起袖子就大步的走进了灶房。崔牛，你行吗？你看见老鼠都怕得要命吧？会抓蛇吗？千万别逞强啊！神啊，别瞧不起我。好大一条蛇，村长，这蛇被我打死了，看来他也是给你们送肉来了。村长王大才看到崔牛这么麻利就将蛇给搞定，内心十分佩服。崔牛，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？这么大的蟒蛇，说杀就杀了。可不，蟒蛇不好对付，被它咬住或缠住了，得丢半条命。你咋那么顺溜？俩人上下打量着崔牛，像是从来不认识他一样。昨晚爸妈托梦给我，怕我太懦弱，老被人欺负，就给我吃了一碗雄心豹子胆。一觉醒来，还真觉得不一样了。村长，你说世上是不是真有鬼神？80年代，在农村大家比较迷信的，他这一说，村长不由得就点点头。村长，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于是他就说了大伯一家来闹的事。村长，你说野猪是我打的，苏春柔是我正经800没过门的老婆，他们这么强，还有王法吗？就是欺人太甚了。村长，
我担心大伯还会来找我麻烦，得麻烦你出来主持公道。我现在也会打猎了，上山打着什么猎物，少不了你那一份。王大才巴不得天天吃肉，崔牛变得这么凶猛，没准以后真能打来不少猎物。崔牛，你放心，这是我为你做主了。等崔牛到家时，苏春柔正聚精会神的在缝制野猪皮。你咋还不睡呢？打的野兽呢？没打着。没事，下次一定能打着。你都累一天了，先坐下休息会。接着苏春柔走了出去，很快就捧来一盆热水。你坐着，我给你洗脚。这一下子把崔牛整得不会了。前身作为杀手，左拥右抱无数美女，但从没哪个女孩子会这么细心的给他打水洗脚。春柔，想不到你还会按穴位啊！俺娘教我的，她说男人在外边干活不容易，回来能让他舒服点就让他舒服点。俺娘还说，男人对自己好，自己就要对他好；男人要是对自己不好，自己就找机会跑。70、80年代的女孩子就是好啊，淳朴善良，处处都有贤妻良母的样子。转眼就来到了第二天，一家人正吃着早饭时，崔牛，今天你不把野猪交出来，不把苏春柔给我做老婆，老子就把你打死，丢河里喂鱼。哟呵，还挺热闹啊！外边不单单来了大伯一家，还来了几十个村民围在那。崔牛，你现在跪下向我们磕头，要不今天我收了你小命。昨天你让我和我儿子吃狗屎，今天我非得把你丢进粪坑里，让你吃个够。你们能渡过我吗？村长很快就带民兵来了，你要不听教，当场把你嘎崩了。话音刚落，村长王大才就带几个民兵走了过来。看到没，村长都带民兵来了，还不赶紧跪下认错，然后把大野猪交出来。你那老婆反正没过门，就给你堂哥做老婆。你确定崔牛抢了你的大野猪？没错，就是崔牛抢了我们的大野猪。怎么抢的？昨天我和我爸千辛万苦的打下了大野猪，因为太累了，就先把猪放到他家，想不到他竟据为己有了。爸妈爷爷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老头子可以作证。放屁！你做个鸟证啊！崔东响，你小小年纪就勾搭李寡妇，昨天整天都在他家里鬼混，你咋上山打野猪的？崔大山，你昨天跑到隔壁村去赌，一共输13块5毛6分，你咋打的野猪？还有你郑秋菊，你一整天都在小卖部跟人嚼舌根，更没时间打野猪吧？崔国律，你昨天偷了多少家女人的底衣啊？真是个老变态。村长，昨晚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要帮我整治崔牛这小子的呀。我昨天就是麻痹你，今天要当着所有村民的面揭穿你。这大野猪就是崔牛打的。狗旺、铁子、大黑子，你们说崔牛是不是进山了？3个家伙看到村长发火，赶紧点头。崔国律、崔大山，你们强抢民女，陷害亲人，属于犯法。崔牛，你打算拿这几个家伙咋整？就一人甩自己10个耳光吧。你是我孙子，你怎么敢让爷爷打自己耳光？那就都押到派出所去吧，先关几个月，吃点花生米再说。我打自己耳光，我不去派出所。这年头只要被关里边，出来都没办法做人了。于是4个人只能啪啪打起了自己耳光。一顿教训后，崔大山一家人气急败坏地回到了家。这王大才咋会跟崔牛一起整咱们呢？他一定是被鬼附身了。对，村长肯定中了邪，他不帮我是吧？我另外找人帮。我正想联合一些力量把他收拾掉呢。成，把几个老哥们叫上，带上家伙，去把崔牛的家拆了。崔牛这边正背着一半猪肉准备去镇上买。从村里到镇上，大家一般都走水路。很快，崔牛就上了船，欣赏着江景。大家好，我叫牛王头。现在我宣布，这条船我们兄弟罩着了，一人交5块钱看管费就行。5块钱，我1个月才赚10几块，我没钱。没钱是吧？重生80年代，男人只是想去县城卖个野猪肉，怎料竟遭混混打。给钱呀，愣着干嘛？难道你也想被我扔下船？我没钱，得去镇上卖了肉才有钱。好多肉啊，小子，你没钱就不用拿钱了，把这一筐猪肉拿过来抵吧。哼，想要我的猪肉，你们有那个本事吗？瞬间，崔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出了牛王头的刀，捅在了他的大腿上。牛王头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他的小弟都被这速度吓傻了。崔牛如风火轮般卷到他们身边，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全部倒地。我这筐猪肉是卖给你的，1块1斤，就当100斤，100块钱拿来。你敢捅老子，还管我要钱？你还要不要命了？崔牛二话不说，猛然抬脚就踩在了他受伤的大腿上。有点身手，而且够毒辣，看来像混江湖混了很多年。切，有啥？他太冲动了。就算现在能让几个混混乖乖听话，恐怕回来的时候也不太平。男子微微一笑，没再开口。而牛王头这边被踩得实在受不了了。我给钱买下你的野猪肉，我给钱。他赶紧从兜里掏出1叠钞票递去。没多久，船就到了码头。崔牛到了镇上就开启了购物模式，买了些衣服和米面，又买了些打猎用的简单工具，最后进了卖枪的地方。不过很快就出来了，因为枪有点贵，所以就没买成。这原身缺油水，今天得好好吃一顿才行。
还想买枪？一个乡巴佬有钱吗？走，跟着过去。董爷，干嘛老跟着那小子？看他卖的那一箩筐肉，这野猪个头可不小，能打着这么大一头大野猪，还挺罕见。再加上他身手不错，也许可以帮我个忙，得认识认识。老板，安排2个荤菜，1个素菜，肉多点，再加半斤米饭。小兄弟，我可以坐下吗？之前我们坐同一条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？我在船上对付那几个人时，你们就一边看着，我下了船还一直跟着，我怎么可能没注意？注意你的言辞，别没大没小。你没听过董爷的名头吗？还真没有。你坐下，冒冒失失的像什么样子？哦，小兄弟，我这手下没头没脑，你别见怪，我是看你有几分身手，生出结交之心，才一路跟着。这样，这顿饭我请了。哦，我看那边还有烧鸡烧鸭都挺不错，你要肯请就叫2只吧。没多久，大鱼大肉就全部上桌了。崔牛也不客气，拿起就是一顿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董爷给你点了这么多菜，你也不说声谢。是你们主动请我的，那叫无事献殷勤，我谢啥呢谢？年轻人有个性，我喜欢，个性越大，说明本事越强。小兄弟尊姓大名？那头大野猪是你打的？我叫崔牛，野猪是我一个人打的。厉害！我看你刚才想买枪，是没看上商店里的吧？我家里也有不少枪，你要有兴趣就去我家瞅瞅。想让我帮忙干点什么？要不你先直接说。爽快人，小牛，你既然能打大野猪，能不能打黑熊？能打的话，我就按市面价格再加3成给你。前提是熊皮和熊胆不能破坏。有枪的话可以试试。随后，董爷就把崔牛带到一处挂满了各种气枪和猎枪的地方。我要这把枪，你是卖给我还是送给我？我先借给你，只要你能帮我打2头大黑熊，之前我说的报酬有效，枪也送你。一言为定。这里有2盒子弹，你收着，希望尽快给我打回2只大黑熊。董爷，1个星期内给你打来黑熊，再见了。看崔牛走了，大贼咬牙切齿道。董爷，我从没见过这么狂的小子。您不单单想让他帮您打黑熊，还想收服他吧？他怕是一条喂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是谁？不管什么样的存在，我都整得下来。等崔牛来到码头时，牛王头居然又出现了。就是那小子，赶紧上，把他干掉，不要让他跑了。崔牛不慌不忙的解开黑布，就端起了枪。一帮混混举着的刀被打得碎片乱飞，纷纷来了个急刹车。爷，别开枪，求求你别开枪！牛王头，你过来给我推车。推去哪？去你家喝茶。干嘛要去我家喝茶？我觉得我家不适合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我带你去我家喝茶。爷，你可千万别开枪。牛王头的家离码头不远，很快就到了家门口。你们在外边待着，牛王头咱俩进去。叔叔阿姨嫂子，我是牛王头的朋友，想来家里讨碗茶喝。牛王头的家人招呼着崔牛坐下。崔牛一边喝茶，一边和牛王头的父母唠家常，只是牛王头在旁边如坐针毡。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？干嘛要跑到我家喝茶？没坐多久，崔牛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我知道你家在哪了。父母和老婆都挺不错呀。你想咋的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家人。你也怕家人被伤害啊？那么就给我记好，以后别再跟我作对。对了，把你的手下全部叫上，跟我去我村里，我家屋子漏风又漏水，要重新建一个。去帮你盖房子，那工钱怎么算？你们的命怎么算？好，爷，你是爷，你牛。于是崔牛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回了家，突然发现家居然没了，都变成了废墟。我操！我的家呢？姐夫，我们的房子被你大伯带人拆了，剩下的那些野猪肉也被他们抢走了。崔东响还想把我和我姐也给抢走，幸好村长赶来了。姐夫，以后我们住哪？放心，谁拆咱们房子，咱们就住谁家去。你们先在这待着，今晚咱们住更好的房子。他扭头交代了牛王头几句，很快就来到了崔大山家。院里面一片闹腾，崔大山和铁八还有村里几个混混都高兴地碰着杯，地上还到处摔着酒瓶子和啃得精光的猪骨头，吃得好嗨啊！崔牛来了，赶紧把他堵住，别让他跑了。我刚穿越就获得了头大野猪，怎料竟被大伯一家盯上。趁我出门买枪时，不但把我家夷为平地，还带着村里10几个混混开庆功宴。我气不过上门讨公道，却被大伯带着混混围堵。谁让你有肉不知道孝敬长辈？今天我就要替列祖列宗教训你！哼，你竟敢不把肉给我们吃，这回不打断你2条腿，我就不是你婶子。像你这种吃独食的兔崽子，就该好好治治。看着嚣张的大伯一家，崔牛愤怒地说道：“你们啊，真不知死活！”当即就冲进来几10个人。王头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崔大山和铁八都认识牛王头，毕竟牛王头是附近几个村庄出了名的混混头子。牛王头，给我揍，一个都不放过！瞬间，不管崔家还是铁八等人，全被牛王头带队干翻在地。王头哥，你干嘛要帮着兔崽子打我们？你脑子抽筋了吧？你全家才是兔崽子，
你全家才脑子抽筋，敢得罪牛爷，不要命了吧？此时，不少村民都围了过来，包括担心崔牛吃亏的苏春柔姐弟，还有村长等人。看见这阵仗，一个个不可思议。啥时候咱们村的怂蛋变得这么牛了？连几个村子里最厉害的大混混都能叫过来帮他干架。姐夫厉害，姐夫厉害！崔牛冲他龇牙一乐，然后冲村长说道：“村长，谢谢你之前帮我的忙，要不我家里人就遭这几个王八蛋的欺负了。”哎，惭愧啊！你大伯一家要砸你屋子，抢你野猪肉，我阻拦不了。人完好就成，这份情我放在心里了。牛王头，把这些人全部轰出去！有没有搞错？这是我家，这一家子，包括那老头，都给我丢出去！现在这房子我住了。村长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是他爷爷呀，他竟要霸占我大儿子的家，把我赶走。村长，这些人把我家毁了，现在我们都没地方住，只能住在他们家了。能咋样呢？也是崔大山他们太嚣张了，恶人还需恶人磨啊！大伯，你作恶在先，我只能报复在后了。村里烂房子也不少，你去凑合住吧。崔牛，你这么心狠手辣，迟早不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，你伤我分毫，我要你老命！我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大伯份上，早把你收拾了。滚！一番话吓得一帮家伙赶紧跑了。春柔，这里房间多，以后你们不用挤一间房了，1人1间。崔牛，毕竟是你大伯，真要霸占他家，恐怕会被整个村子的人指着脊梁骨骂。崔牛看着还没散开的村民，故意放大声：“我脾气不好，不惯祖宗，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还回去。都是第一次做人，我特喵的凭什么要让着别人？尊重虽然很宝贵，有些烂人他不配。村长，你说是不是？”王大才也被崔牛的气势吓得有点懵，只能点头。春柔，你带弟弟妹妹去挑房间去，我还有事找村长。村长，其实我大伯的家，我最多住1-2个月就还他。我打算盖新房子，我叫来的这帮人都是帮我干活的，麻烦你找个合适的空屋，让他们先住着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正好以前知青住过的地方空着呢。牛爷，我们工钱可以不给，但这吃喝总得解决吧？工钱也不是不给，你们让我满意肯定有，1日3餐，我保证你们有肉吃。真能顿顿都有肉吃，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今晚就让你们吃肉。随后，崔牛刚走到院子，苏丫丫就兴奋地喊着他：“姐夫，姐夫，我们发现了好多粮食啊！”我累个豆，这起码200斤，可真能藏粮食啊！今晚我们有大米饭吃了。不大好吧？这是你大伯家的粮食，他们都把野猪肉全吃光了，吃他粮食咋地？好了，跟我去打猎。快入夜了，还要进山打猎吗？不进山就去山口呢，带你们玩好玩的。于是崔牛几人就带上了从镇上买的一些工具，抓了2把糙米朝山口走去。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丛蘑菇，就是它了。崔牛，你不要命了？这是毒蝇伞，毒性很强的。是啊，白杆杆红伞伞，吃完一起躺板板，说的就是它。没事，它的毒是致幻，还有麻醉作用。接着他把毒蝇伞丢到小桶里，伸手抓碎，又抓了2把糙米撒进去，最后又扬撒到了灌木丛里，然后他就让姐弟仨藏好。崔牛则是爬上树发出鸟叫声。没多久，竟从4面8方飞来很多麻雀，麻雀们发现了撒在地上的糙米，纷纷落下大块朵颐。时机到了，上！姐弟仨马上朝那堆麻雀冲过去，吓得他们纷纷振翅而起。那些麻雀竟失去了力气，一大片麻雀没法挣脱。姐弟仨瞬间看呆了。崔牛跳了下来，大步走过去。愣在那干嘛？赶紧捡麻雀！我还以为能打到10几只就很不错了，想不到这么多。可麻雀吃了有毒的糙米，人在吃着麻雀，会不会也中毒？不会，就一点点剂量，很快就消没了。你哪怕吃2-3颗毒蝇伞，也不过是轻微致幻，就像喝醉了酒。之后，崔牛扛着一袋装好的麻雀，姐妹俩人抬了一袋就往回走。打麻雀好玩，姐夫，以后每天都来打呗。麻雀也不能经常打，虽然现在泛滥，但庄稼各种害虫还要靠它吃，偶尔玩一回就好。放心，山兽那么多，明天打野鸡，后天再打大野猪。好，以后我就跟姐夫混了。好多麻雀啊！牛爷，你哪打来这么多麻雀？怎么打的呀？说了你也不会，把毛洗干净，我去借口大锅，找上20-30斤米，熬一锅麻雀粥喝。一大帮人喜笑颜开，赶紧干活。很快，一股股肉香味就在村子上空飘荡，牛王头和几10个手下更是吃得不亦乐乎。与此同时，铁八家院子，崔牛这混蛋不仅霸占了咱家，还在咱家喝麻雀粥，你服不服气？不服气又咋地？他找来牛王头他们，对付不了啊。谁说的？我们凑笔钱把镇上的独眼龙请过来。那得凑多少钱啊？请独眼龙出手，没个400-500块，肯定搞不定。我可没那么多钱。崔大山被一桶冷水从头泼到脚，这年头能拿出几10块都非常了不起。再说了，崔大山现在有家回不了，藏在家中梁子上的钱也取不出来。我有办法能让独眼龙屁颠颠跑过来，把崔牛干掉，不用1分钱1厘米，没准还能得到一大笔好处。一帮狼心狗肺的家伙眼睛一亮，赶紧凑到崔国律面前。爸，姜还是老的辣，你这法子不错，独眼龙肯定会答应，把崔牛往死里整了，咱们也能翻身百家夺。去安排吧。
男人上山打猎，遇到陷阱里受伤的老虎，然而男人不但不猎杀，反而把老虎救了出来，还给老虎包扎了伤口。转眼半月过后，男人领着小舅子再次上山，突然草丛里窜出一只熊。小虎，这家伙可不好惹，咱们得小心。这时，他们牵来的马也被大熊吓得受了惊，大熊直接追了上去，扬起爪子把马拍倒在地就爬起。此时，苏小虎居然抬起真弩，崔牛想阻止都来不及了，铁针打在了熊的鼻子上，顿时激怒了熊。熊就朝苏小虎和崔牛这边跑了过来。小虎趴在地上，我来引开他。苏小虎也知道自己闯祸了，马上趴倒在地。崔牛大叫大喊着朝另外一边跑，顺便抬起枪。慌乱之下，子弹打在了熊的肩膀上，进一步激怒了熊。他飞快追赶崔牛，崔牛又要开第二枪时，熊已经扑到近前，一挥前爪，崔牛连人带枪就被打飞了出去。崔牛吓得连连后退。大熊，你过来呀，我跟你拼了！小虎，你他娘的搞什么？就在这危急时刻，接着树林里窜出一只老虎，直接朝大熊扑去，冲着黑熊脖梗狠狠咬下。就在大熊要跟老虎决一死战时，崔牛就朝大熊开了一枪，一只老虎加一把枪。大熊赶紧扭身狼狈地冲进树丛里。崔牛本想追赶，又怕老虎伤害苏小虎，紧接着他就发现老虎好像是前阵子他从陷阱里救出的那只。老虎朝他微微点头，扭身就要朝树林走去。虎兄，等等，这肉给你吃。老虎好似听明白了，扭头朝死马走去，咬住死马就拖着往树丛拉。刚才实在太惊险了，如果不是老虎突然出现，咱俩小命真得没了。姐夫，为什么那只老虎会来救咱们？崔牛担心苏小虎还小，管不住嘴，要是这件事传出去，也许会引来心怀险恶之徒通过他的手猎取老虎。老虎是山神啊，山神不是保佑咱们的吗？我还觉得老虎和熊是一伙的呢，原来还能保护咱们人类。行了，咱们该干正事了，不然回去怎给乡亲们兑现承诺呢？原来崔牛准备盖房子，需要木材，他就一早让牛王头去借工具。你带人挨家挨户去借斧头和锯子。可大家要是不借怎么办？你告诉大家，愿意借的，我每家分2只野兔，不借的就没有。等牛王头走后，崔牛就用木头做了一把趁手的狩猎工具。姐夫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它叫真弩，射程远，威力大。能不能也给我做一个？我也想玩。崔牛想了想，反正做这玩意儿简单，就3下5除2给他搞了个，又仔细教了一下使用方法。姐夫，我和你一起上山吧，我也想试试我的身手。崔牛觉得只不过是去抓兔子，应该不会太危险，于是就同意了。随后担心猎的兔子多背着费劲，又在邻居家借了匹马，拿了10几根胡萝卜，和苏小虎就来到了叫野兔坡的地方。路上就遇到了那只熊。现在为了抓兔子，崔牛找了几种野兔爱吃的浆果和野草，用一个小布袋装住，捏成碎酱，把胡萝卜块和碎酱撒在周围。都说野猪好打，野兔难抓，我看这气味挺浓，应该能引来不少野兔。走，咱俩上树等着。小虎，铁针一定要对着兔子的眼窝射，能瞬间破坏它的神经，一下子死掉，打到别的地方，兔子一蹬腿都会把其他兔子吓跑，到时就完犊子了。姐夫，我知道了。很快就有兔子闻着味儿找到了诱饵，崔牛和苏小虎纷纷开始抬起真弩，对准兔子射击，不一会就撂倒一大片。俩人从树上跳下来开始捡兔子，个头还不小，得有6、7斤了，够牛王头那帮汉子吃几顿了。小子，你咋打到这么多兔子的？说话的是4个人，手里都拿着加特林，显然不是本村的猎手，用了些技巧。小兄弟，这么多兔子你也吃不完吧？要不见者有份。哦，你们想怎么见者有份？我们人多，肯定得分多些，你就拿2只回去吧，其他归哥几个。你们没出力，还想拿走所有兔子，脑子坏掉了？小兄弟，我们是没出一丝力气，但我们有4条枪，能给你2只兔子，就算看得起你了。你们没出力，还想拿走所有兔子，脑子坏掉了？小兄弟，我们是没出一丝力气，但我们有4条枪，能给你2只兔子，就算看得起你了。行，你们把兔子拿走吧。算你小子识相，走，哥几个捡兔子去。就在几人刚转身，崔牛就快如闪电般将几人瞬间打晕，随后和苏小虎对4人来了个搜身，摸出了70多块钱和一些粮票。这加特林也不方便带回村子，先藏起来，留着以后用。处理好一切，崔牛就和苏小虎拖着2麻袋野兔往回走。姐夫，你会不会把我们遇到的事告诉你媳妇啊？怎么着，不想我告诉你姐？当然了，她胆小，你要跟她说了。别说我进不了山，你也进不了。我们2个大男人就待在屋里大眼瞪小眼吧。这小舅子有意思，确实值得栽培。小虎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就别把这件事跟你姐说。对了，死的马怎么说？就说这匹马不小心掉下悬崖，大不了赔钱呗。回到村后，苏小虎按照崔牛的交代，就开始给借了工具的村民发兔子。小牛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就算没借斧头和锯子给你，也总得分点兔肉吃吧。你3岁时，我可给你吃过1颗水果糖呢。其他村民也起哄，拼命回忆着以前给过崔牛什么好处。这样吧，
我还需要些人手宰兔子，再要20个人帮忙，一人给5毛工钱，再加1斤兔肉，没轮到的就下次。于是，一帮村民赶紧报名。没多久，现场就跟过年般热闹。牛王头和几十个混混也斗志高涨，对崔牛多了好几分信任。崔牛则是找到借马的村民，谈好了350块的赔偿，不过得把兔子皮卖了再说。转眼1天过去，苏春柔已经把那些兔皮全部烘干，一共213张兔皮，要是按5块卖，能卖到1565块钱。真要卖出去就太好了，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放心，一准给你把这些钱带回来，全部交你保管。很快，崔牛拎着1麻袋的野兔皮就来到镇上的动物皮厂。蔡科长，你看看多少钱能收？3块1张，1张少于5块不卖。你这干嘛？我觉得价钱太低，去下一家试试。行行，看这野兔皮真不错，就按照你说的，5块1张。不过你在这等一会儿，我得去向财务科支取。崔牛点点头，蔡海光就走了出去。可崔牛在招待室等到中午了，也没见人来，他只能一间间办公室去找。终于在一间办公室找到了。蔡科长，你不说去财务科拿钱给我吗？钱呢？你谁啊？我为什么要去财务科拿钱给你？蔡科长，你拿了我300多张兔皮，现在又装不认识我，信不信我把办公室给你砸了？等等，由于你制作视频太慢，宝子们都等不及了。哦，宝子们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，可以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狩猎宠妻赶山王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，着急观看的宝子们赶紧冲吧。厂里以天价收购了我的野兔皮，可去取钱的负责人半天不见踪影，我等的焦头烂额，只能起身寻找。怎料负责人却在悠哉的看报纸，还称不认识我。蔡科长，做人不能这样，我带了313张野兔皮卖给你，讲好1565块钱，你说去财务科拿给我，现在装不认识我？放屁！老子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啥时候拿野兔皮卖给我了？保安，保安在哪？没一会，2个保安就手持木棍冲了进来。这家伙赶来勒索，把他轰出去，说卖野兔皮给我，野兔皮在哪？真是搞笑！小子，赶紧滚，不然报警抓你！你到底有没有收我313张野兔皮？我根本没拿你的野兔皮，有本事你打呀！你特喵的真打呀！要不还钱，要不还皮，不然揍死你！你谁啊？敢来厂里闹事？田厂长，这小子冤枉我拿他野兔皮，还打我和保安。厂长是吧？我带313张野兔皮来卖，他收了不给钱。田厂长，他胡说，我没拿。小子，我科长不会说谎，你也别想来讹钱。知道这场背后是谁吗？镇上首富，退役老兵董爷，你敢乱来，我叫人收拾你。行，打电话给董爷，就说崔牛在这被讹了野兔皮，让他来主持公道。你还认识董爷？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？田厂长，别信他，他就是个乡巴佬，拖延时间呢，赶紧找人抓住他。你给我闭嘴！行，我现在去打电话，你等着。小子，想冒充认识董爷，你也配？给我跪下！待会儿董冠杰来了，老实招供。你直呼董爷名字，根本不认识他，还想我跪？我跪！这时田厂长风风火火走了进来。放屁！董爷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完蛋了！他手下大贼来了，这次非弄死你不可！大贼，你这么做不地道，被董爷知道有你好果子吃。你命挺大，我以为你会死在牛王头手里，没想到还能跑这来卖野兔皮，那今天就死在我手上吧！你为什么老想干掉我？董爷很欣赏你，你威胁到了我的地位，所以我必须收拾你。你喜欢给人做狗，我只喜欢别人给我做狗，别把咱们拉在同一条水平线上，你不配。说着，崔牛一个飞身，骑到大贼身上就是一拳。田厂长，赶紧打电话给董冠杰，说大贼要被我打死了，你不打，你也完蛋。田厂长从没见过这么狠的人，吓得只能赶紧跑回去打电话。我现在就过去，大贼真该死，崔牛是他不能得罪的呀。他真的认识董爷，大贼，你可把我害惨了。没多久，董冠杰就风风火火过来了，看见这一幕不由大惊。崔牛看见董冠杰来，才松开了大贼。董爷，你这厂子好大的胆子，敢吞我的野兔皮！大贼还说你不认识我，要找人收拾我，这怎么回事？田厂长和蔡海光脸色大变，蔡海光战战兢兢，董冠杰眼神凶狠地看向蔡海光。老实说，别有隐瞒。蔡海光一边说一边抽耳光，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董爷，牛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贪那批野兔皮，饶了我吧。小牛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放心，我会好好整顿蔡海光。现在不是蔡海光的事，是大贼的事，他想置我于死地。董爷，您看中这小子，不就因为他能猎熊吗？都几天了，他说1周内猎熊，现在都还没动静，他根本没这能耐。我是想替您出气。是啊，小牛，你说1周猎2头熊，怎么没下文了？董爷，这玩意儿先给你下酒，虽然不多，但起码也有半斤。熊耳朵，你真去打熊了？我为了赚钱，早进山找熊了。前2天遇到一只，差点宰了，它逃了，我只割下一只耳朵，
本打算卖了野兔皮找你，没想到你手下和你都怀疑我，董爷，这很伤人心。小牛，误会，误会个屁！我拼死拼活，你手下要杀我，你还觉得他有道理？你地道吗？小牛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以后不会了。想杀我的人怎么处理？大贼，跪下向小牛认错，保证以后和平相处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小牛，我错了，以后保证不再跟你作对，求你放我一马。崔牛冷笑，走过去作势扶起大贼。小牛，我错了，以后保证不再跟你作对，求你放我一马。崔牛冷笑，走过去作势扶起大贼。大贼突然抽出匕首刺向崔牛，崔牛电光火石间扭住大贼手腕，将匕首刺向大贼喉咙。大贼张着嘴，满脸呆滞，随后栽倒在地。董爷，大贼想杀我，我反杀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他该死，我会处理好。抱歉了，小牛。我的野兔皮怎么处理？愣着干嘛？拿3000块给小牛，2000收购野兔皮和熊耳朵，1000补偿。董爷客气话的就不说了，1个月内我也不敢说给你打2头熊，但1头完全没问题。小牛，你身手不错，大贼没了，你要是来我手下办事，我保证你能出人头地。董爷，我习惯了自由，以后再说吧。好，处理好场子的时候，崔牛又在镇上买了些东西。想要身体迅速变得强壮，光靠吃肉不行，还得搞些滋补品。很快，崔牛就买了粮食和打猎用品，最后又买了100斤高度白酒。买了东西又赔了死马钱后，还剩了1000多，交给了苏春柔。想不到花销这么大，剩下1000块不到了。该花的就花，钱没了还可以再赚。与此同时，远处一座小山头上，龙爷，你啥时候能帮我收拾崔牛？是啊，龙爷，你也能拿到不少好处。这小子很会猎兽，到时把他控制了，你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急什么？君子报仇3年不晚，现在不是时候，等房子盖好了。我要一箭双雕。兔崽子，给我等着！再让你蹦跶几天吧。然而，崔牛并不知道这边的事情，他正挎着枪，带着必备品，踏步进入山区。此行进山既想采人参泡酒，又盼着能猎到黑熊。他直觉那只被割耳的黑熊会来寻仇，正好遂了他猎熊的心愿。走着走着，突然抽了抽鼻子，似乎闻到了什么。这是野猪身上的腥骚味。宝子们，由于制作视频需要时间，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狩猎宠妻赶山王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。着急观看的宝子们赶紧冲吧！我上山打猎时意外救下一只老虎，怎料我被大熊袭击时，老虎帮我赶走了大熊。如今我又一次上山，居然看到满地的野猪脚印，于是我跟着脚印居然找到了野猪的老巢。果然有野猪仔，我好像闻到了烤乳猪的香味了。弱肉强食，抱歉了猪仔们。于是崔牛冲进山洞，顿时洞内传来野猪仔的嚎叫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把野猪仔从洞里拉了出来。忽然，他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声音，扭头一看，居然是2头大野猪和5头少年猪。我操！大意了，野猪仔的叫声把他们引来了，整整7头野猪啊！这怎么斗？崔牛左右观望了下，迅速爬上了树，接着抬起枪就又打倒了一只，可是还要5只已经冲到了树下，不停的撞树。崔牛在树上被撞的也是摇摇晃晃，不停的朝着野猪开枪。就剩1头大野猪时，大树居然硬生生被撞倒了。接着那头大野猪飞速朝他扑去，崔牛赶紧抬起枪。糟糕，没子弹了，拼了！就在大野猪冲过来时，崔牛举起刀。从穿越到现在，还是第一次累得像条狗。休息了好一会儿，崔牛才把所有野猪拉到一起。哈哈，这一趟收获到相当丰盛，大大小小加一起差不多1200斤，得先把猪血放了，免得肉质变差。我去，怎么还有啊？这时不远处又冒出1头野猪，体型比之前的2头大野猪还大，竟然是野猪王！崔牛赶紧拿起装满了子弹的枪，但大野猪的速度实在太快，猛然撞在了枪上，顿时枪和崔牛被撞得狠狠摔出去。崔牛本想起身逃跑，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。老子穿越过来的时间太短了，都没跟未来的老婆好好温存，又要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崔牛缓缓睁开眼，竟看到老虎在舔他，而且旁边还有一只野猪王的尸体。崔牛挣扎着站起来。虎兄，你对我真好，我只是救了你一命，但你现在都算救我第2条命了。老虎耸拉着脑袋，精神不振。崔牛赶紧在周围找了些止血消炎的草药，嚼碎后敷到大老虎的伤口上，接着又把野猪王开膛破肚，割下内脏丢到老虎嘴边。老虎享受的吃了起来。得赶紧把这些野猪吊在树上，既能防止其他野兽过来把猪肉吃了，也能起到风干的作用。嘿嘿，我真是个大聪明。于是用一根藤条把1头宰好的少年猪绑好，但他现在也有些虚弱，拿着有些吃力。突然老虎走到他身边，张嘴咬住藤条，不断后退。
虎兄，你真是神呀！有了老虎的配合，崔牛就轻松多了，渐渐的把所有野猪都吊到了树上，最后把野猪王砍成了2半。虎兄，这一半给你吃，另一半我自己用藤条拖回家。就在这时，老虎却叫了起来，还用鼻子去拱了拱那一半野猪肉。虎兄，你不会想帮我把这一半野猪驮回去吧？老虎居然点了点头，崔牛还是有些不忍心。算了吧，你也受了不小的伤，就不用驮了。老虎沉稳的摇摇头。崔牛看天色也不早了，老虎态度也这么坚定，于是便同意了。行，虎兄，谢谢你。没一会就到了山口，老虎就把一半野猪肉甩下，看了崔牛一眼，就扭头走了。都说老虎是山神，还真是越看越像了。最后崔牛自己拖着肉又走了一段，实在没力气了，就回去把牛王头等人叫来帮忙。我的天呀，这么大的野猪你都能打着？不对，这应该是野猪王啊，怎么只有一半？崔牛自然不会把事情说出来。我一个人拖不动，其他肉还在山里吊着。过几天你们跟我进山，把肉全部搬回来。回到家里，崔牛累得够呛，吃完饭倒头就躺下了。苏春柔心疼地坐在床边。崔牛，你不要这么拼命打猎好不好？咱们有个安稳日子就行了。看你把自己整得这么辛苦，我又不能帮你做什么。而崔牛这一休息就是2天，2天一过，崔牛又带着牛王头几人牵着借来的马，就来到了那处树林。看着空荡荡的树林，牛王头满脸疑惑。牛爷，你说的野猪就在这片树林里，怎么啥也没有？这些掉在地上的藤条，就是我之前捆猪肉用的。卧槽，这是有人偷了我的肉！好大的狗胆，连牛爷的肉都敢偷！忽然，崔牛发现老虎在不远处的草丛里，他心中一动。你们先回去，我再好好找找。行，牛爷，要是找到是谁干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带兄弟们杀过去。崔牛看他们走后，才迈步进入草丛。虎兄，你知道偷我猪肉的人？老虎趴在了他的脚边。看样子，虎兄是要帮我带路。上一世驯过老虎，可从没骑过，今天正好试试。接着，崔牛尝试性跨上去，老虎立刻起身小跑，而且越跑越快。哈哈，虎兄可以再快点！老虎越来越快，不断穿梭在丛林间。1小时后，在一座山头停了下来。虎兄，你是说偷肉的人在这个村子里？谢谢虎兄，等我把猪肉抢回来，一定请你饱餐一顿。于是他就走进了村，看见2个大妈坐在村口聊天。大妈，听说你们村子里有人打了很多野猪肉，我想买些回去。哦，村东的李铁柱家，昨天他带着一帮人搞回来好多野猪。行，谢谢大妈。没走多远，就看见一个院子排了很多人。都给我排好队，把钱拿在手上，1块1斤，咱这可都是上好的野猪肉。偷了我的野猪肉，还公然售卖。崔牛大步走进院子，看到桌上放着大块大块的猪肉，旁边地上还放着几只野猪，都是老子用命打下的江山啊！外村来的吧？后边排队去。这些猪肉是我打的，你们赶紧还我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小子，你再说一遍，这些野猪是你打的，不是我李铁柱打的。野猪都是我在树林里打的，今天来搬肉却全不见了。我循着线索找到这儿，你们立刻把猪肉还我，卖掉吃掉的按价赔偿。小子，你抽风呢？有证据吗？没有就赶紧滚，再不滚我打死你！赶紧把肉还我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到底谁给谁找麻烦？兔崽子，不把你抽个半死，你不知道爷的厉害是吧？崔牛猛然抓住他的手，狠狠一扭，当即就把李铁柱压倒在地。疼！你特喵的赶紧放了我！我一个人赶来就有对付你的办法，敢再嚣张，信不信我抹了你脖子？别，千万别！赶紧把我的肉收拾好，按价赔偿。这事就这么算了，不然今天就得见血。就在这时，鄙人大声怒喝：“你赶紧放下刀子，跑到我村里捣乱，是不想活着出去了吧？”爸，赶紧救我！宝子们，由于制作视频需要时间，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“狩猎宠妻赶山王”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。着急观看的宝子们，赶紧冲吧！我上山拼命打下80头大野猪，却被村长儿子偷走售卖。然而我上门索要竟遭拒绝，于是我带着众人上山请山神作证。老虎山神，麻烦你出来一下，帮我作证，这野猪是我打的。别做梦了，哪有山神？切，别说山神给你作证，你要是能让山神出来，我保证立刻把野猪肉还给你。这好像是老虎，咱们山里真有老虎啊，都多少年没见过了。这不是老虎，是山神，我的诚心感动了他，现在他又出来为我作证。切，难不成你还真能让他出来作证？要是能，我立刻跪下向你道歉。老虎来了！这时突然窜出一只老虎，扑到李国庆面前。顿时，李国庆吓得浑身发抖。老虎，山神大人，求您原谅我冒犯了您，是我不对，我现在就走。老虎？怎么会有老虎呢？山神，你是来帮我主持公道的吗？野猪是我猎的吗？我去，这山神也太灵了吧！现在山神为我做主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把野猪肉1块不剩的还你。在80年代，大家都比较迷信，认为老虎就是山神。于是李国庆带着一帮村民赶紧跑回村子。这时，老虎竟朝李铁柱走去。
山神大人，我错了，求你不要吃我，我爸会把所有野猪肉还回来的，这是我所有的钱，就当赔偿了。崔牛毫不客气地抓过数了数，差不多有400块。害老子找的这么辛苦，就当给他辛苦费了。没一会儿，李国庆和几个村民就牵着马，驮着野猪肉就回来了。山神大人呢？山神大人日理万机，哪有空老待在这？你还想见他吗？要不我试试。好了，后生仔，山神大人很忙的，你不要请他了。你看看我把你的猪肉都带来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崔牛看了看猪肉大差不差，还赚了几百块，就适可而止了。你这几匹马得借我，帮我把野猪肉驮回去，要不我一个人也搬不动啊。那你还会不会把马还我？你不愿意啊？我干脆把山神大人请出来，问问他怎么办。别，这几匹马就借你，但记得一定要还回来。崔牛也不多言，接过几匹马转身就走了。爸，我们好不容易搞到的野猪肉，就这么算了吗？你丫的，还给我多嘴！要不是你，能搞得我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这小子咋那么牛，连山神大人都能召唤？爸，我敢打赌，那小子借的马不会还回来了。这几匹马损失2000多，他要是不还回来，老子绝不会放过他。崔牛让你们回来就回来，能偷走1000多斤猪肉的，肯定很多人。崔牛他就一个，怎么对付啊？我们也考虑过，但当时都没找到痕迹，牛也怕我们这么多人打草惊蛇，所以我们准备等他一个人摸到了线索，再去要野猪肉。崔牛就是个愣头青，没准真被他发现了偷肉贼，脑子一热过去跟人家讲理，讲不过就会被收拾。你们还是进山找找吧。这时，躲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崔大山一家满脸得意。那小娘们说的忒有道理，就崔牛那鬼性子发现了偷猪贼，还不得冲上去跟人家拼命啊？没准就被人家乱棍打死。要这样就好了，只可惜没能看到那小子怎么被打死的。反正他要死了就好。苏春柔是我的，苏丫丫也是我的，苏小虎也能卖几百块，房子也能拿回来。这时站在一边的崔国律突然脸孔扭曲地喊道：那小子回来了，还把所有野猪肉带回来了，他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苏春柔等人听到此话，也是不可思议地看了过去。我去，牛爷竟把被偷的野猪肉都带回来了，还多了几匹马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姐夫，你真一个人就把所有野猪肉抢回来了，还多了4匹马。是啊，那帮偷猪贼不但把猪肉交出来了，甚至还赔了钱，借给我了4匹马。这些马养得真好，姐夫能不能留下1匹让我骑骑？我想做一个能骑马的猎人。想得美，这都得给人家送回去，毕竟是借的。送回去干嘛？老子凭本事借的，干嘛要还？小舅子，你说的对，不会骑马的猎人不是好猎人。苏春柔没办法，也只能默许了。接下来上千斤猪肉够吃好多天了。崔牛就没进山打猎，一直在家里锻炼着瘦弱的身体，每天不是上山伐树就是在家练拳。野猪皮也送到了动物皮厂，卖了700块，买了一大堆粮食给牛王头一群人。大半个月一过，崔牛的房子也盖好了，姐弟几人也搬进去住了。崔牛就拜托村长去告诉了崔大山还房子的事。村长，崔牛能把房子还给我，应该是你在他耳边说了不少好话，所以我想通过你，请他今晚来我家好好吃一顿，当着你面向他赔不是，你看咋样？是真的和好，不是弄什么幺蛾子。他现在可不把你当大伯了。以前是我做错了，所以现在想痛改前非，让他认回我做大伯。村长，帮帮忙！说着把2包香烟塞到王大才手里。王大才嘿嘿一笑，把香烟揣在兜里。行，你等着吧。崔牛，你压了我们那么长时间，现在轮到你受报应了。村长，帮帮忙！说着把2包香烟塞到王大才手里。王大才嘿嘿一笑，把香烟揣在兜里。行，你等着吧。崔牛，你压了我们那么长时间，现在轮到你受报应了。等牛王头他们走了，看我们怎么整你。与此同时，牛王头和手下也得回去了。虽然没拿到1分钱工资，但餐餐有肉都把他们养得膘肥体壮了。大家还有点恋恋不舍。大家辛苦了，这是给你们的工钱。牛爷，其实我们顿顿有肉吃就很满足了，想不到你还每人给50块，这咋好意思呢？这是应该的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大家。牛爷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尽管交代，不管是干活还是干人，我都听你的。行，感谢大家了，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以后在大山里打江山，手下没人真不行。小牛，你把房子还给你大伯后，他们一家还挺感恩戴德的，让我做个熟客，请你今晚去他家吃饭，他要谢罪。我瞅着是狗改不了吃屎呢。算了，我去看看到底啥情况。下午差不多6点，崔牛就出门了。老大，崔牛出门了。行，你去通知崔大山，咱们今晚要活捉崔牛，我要让这小子做我的猎狗。嘿，宝子们，由于制作视频需要时间，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狩猎宠妻赶山王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。着急观看的宝子们赶紧冲吧！我只是到大伯家吃顿饭，怎料大伯竟找人抓走了我的媳妇和小姨子。姐夫，这帮王八羔子把大姐和二姐抢走了。你们真卑鄙，竟敢对我家人出手！崔牛，把你骗过来就是为了让龙爷出手抓人的，咋的？
不服啊？小牛，你还是乖乖听话，别反抗了，要不苏春柔和苏丫丫就得见阎王去了。崔大山，本以为你是通过我想跟小牛和好，想不到你们这么过分，赶紧把那2个女娃子放了。村长啊，这些事他们做不了主。独眼龙是整个镇出了名的嚣张人物，王大才一个小村长也不敢对他咋样。滚一边去，别在这唧唧歪歪的。王大才不得不走到一边，无奈的看着崔牛。小子，乖乖听我的话，我保证你家人没事，否则我可不客气了。听话，你想要我怎么听？第一，你那座房子给我住；第二，你以后做我的猎狗，每个月至少要给我打5头大野猪、100只野兔、100只野鸡。只要你表现好，我会让你来镇上看你老婆和小姨子。崔牛，乖乖听龙爷的话准没错，你也不想那2个娘们受尽折磨死掉吧？龙爷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你要不听他话，那2个娘们可就惨了。这个独眼龙真是又贪又毒啊！想控制人质，把我当奴隶剥削，我很傻吗？给你1分钟考虑，跪下说答应，要不我先把你的小舅子送上路。姐夫，你别跪，你这死王八蛋，我打瞎你另一只眼。苏小虎突然一扬手，一块石头就狠狠砸到了独眼龙的另一只眼睛。干掉他们2个啊！我快疼死了，老子都没一只眼了，你还把我另一只也给砸了，我要你的命！苏小虎突然从鞋子里摸出一把折叠刀，姐夫，你看有没有用？崔牛正愁手里没家伙呢，虽然只是一把小刀，但也能产生不小作用。哈哈，小虎可以的。就在大汉们冲过来之际，崔牛的刀子猛然一划，瞬间就有2个大汉倒在地上，大脚板马上淌满了血，接着在地上灵活翻滚着，不到1分钟，几个大汉全部倒在地上哀嚎不已。龙爷，干掉他，干掉他呀！独眼龙都想不到自己的手下会被这小子3下5除2放倒，毕竟他现在也是自身难保，于是威胁道：小子，那2个娘们还在我手里呢，你是不想让他们回来了？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崔牛就火冒3丈。告诉我他们现在在哪？你赶紧放了我，要不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们。我说，我已经让3个手下先用渔船把那2个娘们送到镇上。小虎，咱们走。龙爷，现在咋整才好？我看你们赶紧走吧，要不等小牛回来，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对，村长说的没错，要等他回来，都得把咱们几个打残了。走走走，咱们赶紧往镇上逃。与此同时，船上的苏春柔和苏丫丫被反绑双手，一个混混满脸坏笑的朝他们走来。你想干嘛？你别过来！2个妞长得这么漂亮，老子心里痒痒的，不如咱们亲热亲热呀！我家那人很厉害的，被他找来你就死定了。对，我姐夫身手很像你这种货色，10个8个他都随便干掉，你别乱来。你家男人现在估摸都被我们龙爷整得跟死猪差不多，还会来要我的命？别傻了，来吧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没事吧？姐夫，幸好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我跟我姐都被他们侮辱了。崔牛，你来得太及时了，要不以后我都没脸见你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都被我解决了。走，咱们回村。很快，几人就到了大伯家门口。然而大伯一家都人去屋空了。王大才看见崔牛回来，赶紧大步迎去。小牛，那件事我真的惭愧死了，我不知道。我能看出来，你也是被崔大山那帮子玩了一把，我不怪你，但现在得麻烦你把全村村民叫到这来。叫到这来干嘛？一会你就知道了。没多久，一帮村民就围在了崔大山家门口。崔大山来，崔东乡来，大都不见他们人影了。崔牛看向王大才，村长自然明白他的意思。崔大山勾结镇上的独眼龙，把崔牛的老婆还有小舅子、小姨子抢走了。要不是崔牛反应快，人都不知被抢哪去了。村民们一听也相当愤怒，毕竟这些日子崔牛打来什么猎物大伙都能分上一杯羹，而崔大山一家在村里的风评不大好，所以村长一说，村民全部站在崔牛这边。我看在他是我大伯的份上，对他们一忍再忍，但现在我没法再忍了。崔大山勾结镇上的独眼龙，把崔牛的老婆还有小舅子、小姨子抢走了。要不是崔牛反应快，人都不知被抢哪去了。村民们一听也相当愤怒，毕竟这些日子崔牛打来什么猎物大伙都能分上一杯羹，而崔大山一家在村里的风评不大好，所以村长一说，村民全部站在崔牛这边。我看在他是我大伯的份上，对他们一忍再忍，但现在我没法再忍了。既然他们逃了，我就打算把他家烧了解解恨。屋子里应该还有些值钱的东西，我给20分钟，你们进去搜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村民们大多贪小便宜，一窝蜂冲了进去闹腾。崔大山一家子离开得急，只收拾了比较值钱的东西和衣服什么的，留下的不少家当都被村民们搜刮一空。小牛，真要这么绝吗？好端端的房子烧了可惜啊！既然收拾不了他们人，就烧他们房子，合情合理。几分钟后，火焰飞腾而起，终于解气了。现在不管独眼龙还是崔大山一家，这2组算是结下了。下一步就得进山猎熊，卖给董冠杰，他才会更卖力的帮自己。独眼龙虽然厉害，
但肯定比不过董冠杰。第二天，崔牛就按照前世记忆画了张图纸，找到村里的铁匠打造了一把铁弩和铁剑。嘿嘿，这玩意射杀黑熊，一射一个准。随后，崔牛背着背篓就朝山里去了。很快一天就过去了。在傍晚时，崔东想偷偷摸进了铁八家。原来崔牛刚走，铁八就找人去镇上传话，说崔牛进山猎熊，估摸要几天才回来。八叔，现在情况咋样了？我观察1天了，崔牛确实进山了，现在怕都深入山区10几公里了。你打算咋整？崔东想掏出一罐汽油摆在了桌上。我要以牙还牙，顺便把苏家3姐弟全部烧了。东想，你不是想让苏春柔做你媳妇吗？就这么烧了，不可惜吗？有啥好可惜的？镇上大把漂亮女孩子，那娘们看不上我，我就干脆弄死，再把崔牛气死。崔牛气是气不死的，照他那歹毒劲，你敢动他身边的人，他非把你杀了不可。放心，铁八叔，我只要烧他房子或人，他肯定会追到镇上来。镇上可是独眼龙的天下啊！哈哈，对，这话没错。走，开整。宝子们，由于制作视频需要时间，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下的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狩猎宠妻赶山王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。着急观看的宝子们赶紧冲吧！媳妇和小姨子白天刚送我进山打猎，堂哥晚上就带人偷偷溜进我家。就在他们要图谋不轨时，我上去就是一闷棍，打晕后将他们拖到了小河边。我们怎么突然来到河边了？谁把我们绑起来的呀？烧房子时好像有人打了我一下，我就晕了。我也是，会不会是崔牛？我想起来了，他肯定没进山，就守在那，好像知道我们要去烧房子。你真聪明啊，猜对了。崔牛，干嘛把我们绑到这来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很多毒蛇啊？崔牛，你赶紧解开绳子，我可以当做今晚啥事都没发生过，要不我会去派出所报案。崔牛，你可别太过分，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。你们烧我房子的时候，干嘛不这么想？这不没烧成就被你打晕了，那房子一点事都没有。要不是我早料到你们会趁我进山打猎，对我房子和家人下毒手，现在我家都成焦炭了。哼，崔东祥，我3番2次放你们一马，但你们非要给我送人头啊！你现在放了我，我保证不再跟你作对。你可别忘了，我爸是你亲大伯，我爷爷也是你爷爷。呵呵，没机会了。突然，崔牛从旁边拉过一只背篓。里面的是什么？崔牛，你想干嘛？这是我刚逮的毒蛇，想送你们玩玩。崔牛，你真别乱来，这跟我和我爸没关系，崔东响才是罪魁祸首。我知道崔东响是罪魁祸首，但你们这帮凶一样可恨。说完，他抓着背篓就往下倒，几条毒蛇瞬间就朝3人爬去。崔牛也不关心3人的后果，安心找了个山洞就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就来到了上次遇到熊的地方。突然草丛发出了响声，他立刻警惕了起来。不一会，老虎居然走了出来。虎兄，又见面了呀！不过我要去打那只大黑熊，你不适合跟着我。要不大黑熊闻着你身上的味儿，肯定不敢冒头。老虎竟直接点了点头。崔牛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说道：对了，你能不能去我那个村子？知道我家在哪吧？老虎又点了点头。有坏人想要对我家里人下手，虽然被我处置了，但难免还会起坏心思。你能不能去那附近偷偷的保护我家人？虎兄再次把头一点，扭身就朝着崔牛来时的方向窜去。这下可以放心猎熊了。与此同时，崔大山和郑秋菊来到了崔牛家。崔牛，苏春柔，给我出来！我儿子到底去哪了？把我儿子还回来！你们儿子丢了管我们屁事啊？你们不都跑镇上去了吗？我不管，今天不还我儿子，老子就把你们全部砸死！你这小兔崽子，竟敢砸我！小狗崽子，我老公好歹是你长辈，你竟敢砸他，我弄死你！给我滚出去！我们家不让恶狗来。此时已有不少村民都围过来看热闹了。崔大山，你咋连个小孩都打不过呀？崔牛呢？让他出来！把我儿子弄哪去了？小牛昨天就进山里打猎，谁藏你儿子了？再说了，你们一家子不都跑镇上去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还把儿子搞不见了？顿时，崔大山和郑秋菊一阵哑然，他们肯定不敢把昨晚崔东晓回来烧房子的事说出来。村长，我们发现河边躺着3个人，好像被毒蛇咬了，其中1人是铁八。没多久，河边就出现了一大帮人。东晓啊东晓，你咋跑到这被毒蛇咬死了？他们咋这么傻，半夜跑到河边抓毒蛇？是啊，我们捉些很会抓蛇来，都不敢夜里来。我明白了，昨晚崔东晓肯定知道我姐夫进山打猎，赶紧跑回来跟铁家父子合伙来逮毒蛇，准备丢到我家咬死我们，对不对？就是，不然他们干嘛半夜跑着逮毒蛇？幸好没让这3个人逮着，要不现在死的就是我姐弟仨。村长，替我们做主呀！你胡说，我儿子就不抓毒蛇，他是带着汽油回来烧你们家的，怎么可能？突然，郑秋菊赶紧捂住嘴，但迟了，不该说的都说了。崔大山、郑秋菊，你们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不管咋样，现在我儿子死了，他们一点事没有，就该给我儿子偿命。特别是你苏春柔，我儿子一心一意想让你做他老婆，你得去给我儿子做老婆。
你敢碰我姐姐一根汗毛，老子弄死你！有本事你们继续发疯啊！小虎，他们还敢怎么样？直接打死得了。反正咱们这叫正当防卫，而且你才12岁，就算把他们打死也不用负责任。对呀，把你们打死我还不用负责，干脆弄死得了，省得以后继续祸害。苏小虎把姐夫的狠辣学来了不少，马上捧起一块大石头就要朝崔大山的脑袋砸去，吓得他和郑秋菊赶紧跑，连儿子的尸体都顾不上。接下来村长找来了派出所的人，警员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确定了3人是被毒蛇咬死的。与此同时，崔牛已经挖了个大坑，把带来的大鱼丢到了坑里，又在陷阱上边铺了些树枝落叶作为掩护。干完后，崔牛就在树上等待熊了。很快就到了下午，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崔牛猛然朝陷阱那边看去，很明显，刚才有一头巨物掉了进去。崔牛已经挖了个大坑，把带来的大鱼丢到了坑里，又在陷阱上边铺了些树枝落叶作为掩护。干完后，崔牛就在树上等待熊了。很快就到了下午，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崔牛猛然朝陷阱那边看去，很明显，刚才有一头巨物掉了进去。难道是大黑熊出现了？崔牛迅速跳下了树，满脸警惕地朝陷阱走去。这果然是熊的吼叫，不过听着总感觉哪不对劲。等崔牛看到陷阱的熊时一阵发愣，因为陷阱里的熊跟之前那头相比要小不少，最多200多斤的样子，他倒没受什么伤，正抓着一条大鱼吃得香呢。熊被崔牛这一铁箭射的一动也不动了，崔牛直接跳了下去把熊绑好，然后借着大树的力费尽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熊从陷阱里拉了出来。能打到这只熊完全是出乎意料啊，这也算意外之喜。但愿老天爷继续给力，让我打到那只大熊。接着他切开熊的内脏，取出熊胆、熊鞭，又剥下熊皮，把熊肉剁成了大块挂到了树上。好累啊，2条手臂都抬不起来了。崔牛警惕地用力站起来，紧张地盯着周围。突然，一道庞大无比的身影缓缓从树林里钻出，正是那头被崔牛切下一只耳朵的大黑熊。崔牛盯着他，毛骨悚然的感觉更加激烈。马德，这大熊有可能早就来了，只是埋伏着不出来，应该等我累得跟狗似的才出来的。这么聪明吗？虎兄又不在我怎么办？宝子们，由于制作视频需要时间，想要提前观看后续的宝子们，点击左下角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然后搜索狩猎宠妻赶山王，弹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可听可看，全集免费。着急观看的宝子们赶紧冲吧！姐妹俩正在沐浴，婶子却带着大伯和壮汉闯了进来，正要行不轨之举时，放开那女人！村长，你想干嘛？崔大山，你侄子进山打猎不在家，你们这样做不合适，你赶紧带着这些人走。我们知道他侄子进山了，他要没进山，我们还不来呢。你这人咋能这样？趁崔牛走了就对那几个孩子下手，还是人吗？村长，你在骂我不是人。我刚才说错了，有话好好说。龙爷，你这刀子拿开点。你们敢动我姐，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看见苏小虎搭弓射箭，独眼龙呵呵一笑，直接举起了枪。小子，看是你的剑厉害，还是我的枪厉害？就你们3姐弟，还想跟我斗？上！2个混混直接抓住了苏春柔和苏丫丫。放开我大姐，放开我二姐，把他们绑了带回去。你们这些祸害，我儿子只是想烧了你们的房子，竟无缘无故的死在了河边。我要打死你们，让你姐妹俩下阴间，给我儿子做老婆。秋菊，可千万别这么蛮干，崔牛现在很厉害，他知道这些真会把你们往死里整的。崔大山仗着有独眼龙撑腰，一脚就把王大才踹翻在地。王大才，你再给我嘀咕，信不信我叫龙爷把你打个半死？王大才，你们吃了崔牛几块肉，就做了他的狗，帮他来咬我们，我打死你！你要敢反抗，我就让你尝尝龙爷的厉害。这好像是老虎在吼。我的妈，咋把老虎给搞出来了？老虎纵身一跃，独眼龙吓得直接枪掉了地。接着老虎叼住独眼龙的手臂狠狠甩了出去，抓住姐弟仨的几个混混都吓得赶紧逃窜。接着就是崔大山、郑秋菊纷纷被扔了出去。老虎又逼向村长，王大才吓得浑身发抖。山神大人饶命！山神大人饶命！老虎闻了闻，他并没做出任何伤害性的举动。接着又凑到姐弟仨面前，吓得苏春柔和苏丫丫赶紧拦在苏小虎前边。苏小虎则是探出脑袋，又惊又喜。这山神大人不像要伤害我们的样子啊！你看看，村长和咱们他一个没动，只把那些欺负咱们的人打跑了。小虎，你别闹，小心山神大人发威。而老虎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扭身就走了。过了老半天，大家才回过神来。这世上还真有山神大人呐！山神大人看见村子里进了恶霸，竟然把恶人全部赶走了。幸好有山神大人，要不我们就被抓到镇上去了。山神大人真好。与此同时，崔牛在山上正被大熊追击，他赶紧扬起长矛狠狠甩去。大熊抬起前爪去拍掷过来的长矛时，却被长矛穿透了脚掌，疼得嗷嗷叫。崔牛趁机窜到了树上，大熊居然忍着疼抱住大树往上窜，不过因为前爪受伤支撑不住，一下子摔倒在地。崔牛赶紧架起铁剑，对准大黑熊的脑袋。大黑熊终究见熊太美去了，崔牛瘫倒在地，
休息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后，小心翼翼地切出熊胆。这颗熊胆不错，比之前那只大了不少。这熊肉也不能浪费，要是都卖给董冠杰，也是不小的一笔收入呢。随后，崔牛艰难的连背带拖的拿着一堆熊肉往家回。崔牛啊，要我们帮忙吗？说话的是李铁柱和他父亲李国庆，一起的还有另外2个汉子。8只熊掌，2颗熊胆。崔牛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们好几次进山想围熊，不是被熊伤了，就是被他逃了。想不到你一个人就这么厉害，还挺巧。你们也来这打猎吗？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不，你以为我们是进山打猎吗？就是为了等你呢。我的眼线可随时盯着你呢，就看你啥时进山打猎，好找你算账。算什么账？上次老子带了10几个人，好不容易搬回村子的野猪肉，被你拿走了，还害我赔300块钱，借给你4匹马也没见还，这笔账不用算啊。跟山神大人算啊，没准他就在周围呢。小子，你以为每次都那么好的运气？老虎帮你只不过是巧合，他现在都不知道钻哪去了。这些熊掌、熊胆、熊皮什么的都归我们了，你赶紧滚！爸，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滚了。这8条熊腿不止这点肉，一定被他藏起来了，让他带着去找。儿子，还是你聪明，我草率了。崔牛，听到没有？他抬起猎枪对着崔牛，这让本来干活就干得精疲力尽的崔牛不得不妥协。行，你们厉害。小子，要不是有那只大老虎，你早死了。给我跪下！崔牛在枪口的逼迫下只能下跪。哈哈哈，他跪我了。他跪我了！突然，